小黑正准备下河跟女友洗个鸳鸯浴，2名不速之客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小黑警告2人，这里是黄石农场的领地，让他们赶紧离开。可下一秒，在将2人踩踏一番后，他们迅速骑马离去。不知过了多久，老黑沿着河流找到受伤的女友，这才看到她的脸已经被严重毁坏。第2天，2人回到农场，得知有人欺负黄石的人，牛仔们一个个整理武器弹药。今天他们必须干了那对父子。李普找来老约翰做主，原来那个名叫韦德的牛仔曾是他的老部下，因为一些事情和农场背道而驰。当初老约翰饶过他一命，现在看来没必要留着他们了。他告诉李普，一定要干净利落，今时不同往日。You take that trash to the fucking train station. Yes, sir. That son of a bitch has something belongs to me and I want it back. 命令一下，牛仔们全军出动，来到农场边缘。小胡子假装一个人来修围栏。One fucking guy. We getting paid to stir trouble. Let's stir some. 不远处的父子俩立即出动，因为他们就是被雇来找黄石的麻烦来的。看到2人上钩，小胡子拔腿就跑，不知不觉进入了黄石的地盘。树林里的牛仔们也不再隐藏，以李普为首向父子俩冲了过去。2人此时想要退却已经晚了，老头被李普一个套索拽下马背，然后以66.6公里的时速拖行以示成绩。另一个瓜娃子学艺不精，不小心撞到树枝，当场饮恨东北。随后李普将老登绑在树上。The motherfuckers that hired you. I'm not gonna ask you again. I'm gonna start cutting shit off. 老登被吓得说出一个名字，罗尔克，正是最近想要收购黄石农场的金主。殊不知他说出答案，就已经失去了活着的权利。但在此之前，李普还要替老约翰取回一件东西。You don't deserve to wear this fucking brand. 不知道这是什么的，可以回看第1集。他让小胡子动刀，因为这里属他的刀法最为细腻。这就是与黄石为敌的下场。当天夜里，他们来到火车站，将2个瓜娃子送去见了某苏。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黄石的人想要守住全美最大的农场，要面临的危机远不止于此。来看看谁的胆子这么大，深更半夜竟然敢进黄石农场偷牛。这要是被当场逮住，腿部得给他打折了。第2天一早，牛仔们蒙圈了，他们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毕竟黄石以热情好客闻名天下，一般没人敢进来偷牛。好在销售渠道就那几个，对方想要瞒天过海也不是那么容易。凯哥负责前往最近的3叉市销售谷仓，说干就干，几人分头行动，来到谷仓，他发现一个瓜娃子鬼鬼祟祟，而且看到自己开车就跑。凯哥见状，骑着马子追了上去，然后上演了一波教科书级别的牛仔专业技能。瓜娃子被死死勒住，一人一马硬生生把皮卡拦截。做了坏事受点皮肉之苦也是合情合理。就这样，从瓜娃子口中得到牛群确切位置，凯哥召集人手赶到现场，看到确实是黄石的牛群，便准备对房主进行抓捕。对方也是个硬茬子，看到畜牧委员会的探员就开干，刚交手就损失2名手下。不过这对海豹出身的凯哥就是小场面，而这仅仅只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拥有44万个球场面积的黄石农场，觊觎这里的人不在少数，普通人看看就好，但有些超级富豪看看就要买。自从房产商丹尼尔死后，又一个大公司进入蒙大拿州。这间公司你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但唯独不能说他没有钱。至于多有钱，他们张口就要把天堂谷打造成度假城市，并在这里设立机场，为蒙大拿州的经济提供高速发展。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老约翰的黄石农场。如果对方拒绝卖地，公司就会胁迫州政府强行征收，即便州长不配合也无所谓，因为他们完全有实力换一个新的州长上位。殊不知州长和老约翰关系不一般，当天他就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老约翰。2人想出一个对策，那就是让杰米任职州检察官，然后利用职权合理拖延度假城项目。当对方看到长时间没有回报的时候，便会放弃打造天堂谷。与此同时，那家大公司的高层来到蒙大拿，女人名叫黑姐，办事干净利落，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刚落地就给黄石来了个下马威。 I have a proposal. I'm all ears. Rather than the state buying the land, I'm going to make you an offer. You're 50,000 acres for $10,000 an acre. That's $500 million. You'll never be priced out of anything. 好家伙，大公司果然财大气粗，张嘴就是5亿。面对来势汹汹的大财阀，黄石又该如何应对呢？老约翰联合州长将杰米推上高位，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杰米已经发现2人不是亲生父子，而且为了拿到农场经营权，在他亲生父亲鬼迷日眼的说辞下心生歹意。今天是决定农场归属权的高层会议，让老约翰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成为众矢之的。儿子杰米作为农场的代理律师，竟然同意了财阀的收购诉求。州长女友也劝他给自己留点钱养老，看来之前就被他给算计了。曾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今天将自己扳倒，就连印第安盟友也没帮他说上一句话。老约翰愤然离场，
会议也无疾而终。然而，一场针对黄石的计划才刚刚开始。散会后，几伙人各怀鬼胎。很显然，黄石家族已经成了他们肉中之刺，农场更像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分得一杯羹。大姐贝斯因为这起事件，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农场全力备战。这时，助理拿来一件快递就要打开，贝斯连忙阻止。Wait,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Don't. 与此同时，凯格正在给妻子打电话，突然办公室外传来一阵密集的警声。Tracy! 这边老约翰正在回家的路上，途中遇到一对抛锚的母子。好心的他打算帮忙修理，突然路边驶来一辆小面包，还以为是好心人要帮忙。老约翰表示自己能搞定。Hey, you're John Dutton, aren't you? Yep. 看来对方是想将黄氏家族斩草除根。这边李普正准备向大姐贝斯求婚，可打谁的电话都打不通，无奈他只能打给杰米，但杰米这样告诉他 Rip,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call me anymore. 李普感到一丝不对，连忙往农场赶去。另一边，老约翰身中数枪，但好在胸口的电话帮他挡下致命一击，随后在地上写下行凶歹徒的特征。就在失血过多之际，战神李普及时赶到救下老约翰。凯哥这边也是有惊无险，干掉了瓜娃子，只有大姐贝斯生死未卜。对方竟然敢这么光明正大对付农场，他们就让对方知道什么叫做热情好客的黄石人。此时大街上布满警力，凯哥接到李普打来的电话，这才知道父亲受了严重的枪伤。强装镇定的他派出直升机接应父亲，自己则带人去抓那辆蓝色货车。说是去抓，但他却换上威力巨大的步枪，感动黄石的人。看来对方是活腻歪了。根据情报，一群警车朝歹徒的方向疾驰而去。很快，凯哥就看到了那辆货车，队友提醒他注意安全，但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一脚油门干上去。彪悍的凯哥根本不需要解释，他拿起武器下车疯狂扫射。海豹出身的他跟对面硬刚，完全不讲道理。经过一番火力输出，瓜娃子被打得狼狈逃窜。幸存的歹徒还想跑，至此，伤害父亲的歹徒被全部歼灭，但他也身中数枪倒在地上。另一边，凯嫂正准备带儿子离开，不料瓜娃子早已等候多时，他拼命挣扎。可惜凯嫂是皇室唯一不会打架的人，眼看就要饮恨东北。大家别忘了，小凯可是徒手撕过蛇的男人。这边李普一路赶到目标区域，救援直升机接走了老约翰，黄石农场也是一片狼藉。与此同时，大姐贝斯也在刚刚的爆炸中生还，因为助理的位置帮他挡下所有弹片。现在他只是看着比较狼狈，贝斯的眼神逐渐变得很暗。这是黄石家族第一次吃这么大亏，他发誓一定要让敌人10倍偿还。然而还没等他出手，黄石的战神李普就主动出击。虽然不知道谁是幕后黑手，但大姐夫的脾气就是宁杀1000不放一个。竟然是奇毒五步蛇，被咬的高管夺路狂奔。谁让他最近总是找农场的麻烦，没跑几步便当场饮恨东北。或许他下次投胎就会记着绝对不能招惹黄石的人。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这边黄石大姐贝斯找到杰米，一方面是怀疑他跟农场遭到袭击的事情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痛恨他让自己丧失生育能力。原来在小的时候贝斯意外怀孕，结果杰米擅作主张给她做了绝育，这也是姐弟俩从小就不和的原因。I'm gonna do it myself. I'm gonna fucking kill you for what you did to my family. 2个月后，老约翰脱离了生命危险，在医生和警方的双重保护下，回到阔别已久的黄石农场，那感觉别提有多好了。得知父亲回家，凯格穿着吉利服现身，原来他一直在暗中守护着农场的安宁。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老约翰决定从源头下手，他一定要找出幕后真凶。但也正是这次灭顶之灾打醒了老约翰，他认为自己以前的管理方式太传统，这样下去只会被人骑在头上，于是决定在农场扩展新项目，不惜花费重金组成一支顶级赛马队，只为在下次大赛上拿到冠军。他要让人们想起马的时候，就能想到黄石。与此同时，硬区的赌场内有一个大胡子口口声声说袭击黄石是他亲手策划的，殊不知这句话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很快便哥来到他面前，并且奉酋长之命将其关押，因为酋长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动的黄石。唇亡齿寒这个道理他是懂的，对方能对黄石下手，日后必定也会对硬区下手。酋长让卞哥用最原始的方法撬开他的嘴，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却十分有效。
很快，大胡子就招出了幕后黑手。凯哥这边也得到一个线索：袭击农场的人不是财阀，也不是劫女，真凶竟然另有其人，竟是曾经有过节的自由民兵。对此，老约翰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杀光他们。老约翰在家喝着小酒，运筹帷幄；凯格则借用警力对民兵组织赶尽杀绝。他们深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道理。这次行动，他们不接受投降，这就是招惹黄石的下场。虽然没有抓住幕后那个真正的大佬，但也算出了一口恶气。看老约翰的表情就知道这事还不算完。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新来的男孩也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看着酷似一家三口的温馨画面，贝斯感觉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作为牲畜委员会一把手，凯哥来到新邻居家拜访。No, I don't.看来对方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热情好客。你以为他要走，那就大错特错了。看到新邻居，凯哥一记黑虎掏心将其放倒，拿着套索直接捆住双手，随后接起正在拨通的报警电话。This is Livestock Commissioner Dutton. I got Mr. Peterson in my custody for. 接着将男人装上车，一路来到农场边界。这里本来是牲畜赶到的必经之路，却让他装上拦路器。男人还理直气壮。其实这也不怪凯哥发脾气，因为就在1个小时前，农场最老实的一个住户都找上了门。他投诉最近有一个新邻居买下他对面的地，邻居的边界处正好是赶牛群吃草的必经之路，可他却沿路安了一堆房出来。 And this fucker, pardon my French. You've been speaking French since you got here, haven't you? 搞得他现在进出都得雇卡车，让他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about it? I don't know. Something.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开头闯进邻居家那一幕。现在凯哥跟他好说好商量，可男人还蹬鼻子上脸，那就怪不得凯哥跟他讲道理。他将男人放倒一边，然后将铁链2头绑在拦路器和车头上。男人告诉他：“你拿走1个，明天我再铺100个。”凯哥见他误会了，一把将男人推了下去。I like your cowboys so much. You fucking live in them. 凯哥也是个硬茬子，就这么给他绑在里面，充分给新邻居展示了黄石热情好客的一面。与此同时，农场里的赛马队彻底磨合完毕，顶级骑手搭配顶级的马子，冠军对他们来说就是囊中之物。这时，老约翰接到酋长的电话，说是要送他一份大礼。他倒要看看这个曾经的盟友能给他什么惊喜。打开后备箱，正是那个声称自己策划袭击黄石的大胡子。从他口中得知，是一个光头对他进行的指派，但此人还在狱中，所以大胡子就负责在外面聚集人手发动袭击。Who gives the order to him? 老约翰知道他充其量也就是个马仔，不过伤害自己的家人他一个也不会放过，这句话永不食言。当天夜里，老约翰送他来到火车站，到达目的地，他并没有着急下手，而是打开大胡子的手铐。这次他要用最原始的西部决斗手刃仇人。 Care to send me to heaven? Or I park your sorry ass in hell. This is as even as it's gonna get. 热情豪放的贝斯是当之无愧的金融一姐，她的才华就连对手都由衷的赞叹。 I think she can make Montana the fastest growing state in the nation. Behind every milestone of human history stands a monster. And that's our monster. 面对背叛过自己的合作伙伴，他不会隐忍。 Retire before I take everything we fucking have. I'm the bigger bear. 事实证明，他就是这样做的。贝斯找到财阀公司的老白，表示自己可以为他工作，但要拿到前合作伙伴所有的控股权。而他的前合作伙伴就是因为财阀公司背叛了自己。 You're going to fire him. I'm going to bankrupt him first. I want his fucking grandchildren on welfare. You break your word to me, lady, I'll do the same to you. 老白也是十分欣赏这位天之骄女，索性答应了贝斯的要求。毕竟那个老头今天能背叛贝斯，明天就能背叛自己，这样的奸商不要也罢。 还未上任，贝斯就开了7个小时的车，闯进前合作伙伴的办公室。That's my seat. Your seat. I am the new president of Market Equities, Montana Division. I oversee all new development. Their interest in Schwartz and Meyer. They're controlling interest, Bob. Yeah.
You bet on the wrong horse. 这就是性格豪迈的大姐贝斯。如果你对她好，她会记你一辈子。但你要敢玩阴她，就别怪她用尽手段让你倾家荡产。当然，她这么做也不仅仅是为了报仇。贝斯想通过介入财阀公司，替父亲守护黄石农场的每一寸土地。与此同时，黄石农场的赛马队在大赛中拿下金牌，一时间黄石的名声大噪。毕竟拥有这支顶级赛马队，就是想输都难。可老约翰现在的注意力都在报仇上。上次黄石家族差点遭遇灭族危机，现在他缓过劲来，下定决心要将仇家斩草除根。按照之前酋长给自己提供的线索，这个光头就是指派雇凶的人，而且他的后面还有高人指使，但此人还在狱中。老约翰决定让凯哥去找杰米帮忙，一是让杰米想办法问出幕后真凶，二是测试杰米的心是否还在黄石。 If he balks, if he stalls, if he resists in any way, then we have our answer. 其实这个养子也在老约翰的怀疑名单里，因为之前他就背叛过自己，那还是在杰米不知道两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下。但不管结果如何，这个幕后黑手老约翰必定将他千刀万剐。这天宫棚里，两个牛仔爆发冲突。You wanna fucking dance, old man? 两人打架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新来的女牛仔争风吃醋。李普听到工头的声音赶到现场。 It's the rule about fighting, Lord. 然而让他气愤的是，农场资历最老的还是他最好的朋友，竟然带头闹事。 God damn you for making me do this. 上去哭哧就是一炮子，然后一拳打在腰子上，转身甩飞数十米。整个房间瞬间鸦雀无声。随后他拽起小胡子。 There's no fighting on this ranch. You want to fight somebody, you come fight me. I'll fight you all fucking day.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可他实在小看了女牛仔的魅力。看着俩人卿卿我我，老牛仔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一把抢过小胡子的吉他，哐哐就是一顿砸。 That's the rule. I ain't fighting. I'm smashing a fucking guitar. 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小胡子刚要动手，老牛仔一记飞镖甩出，这下他可犯了大忌。烙印牛仔之间打架已经是重罪，更别说现在想要取人性命。众人将老牛仔按住，好在没有扎中致命部位。小胡子侥幸逃过一劫，但老牛仔就惨了。此事惊动了老约翰。按照常理，坏了规矩是要送进火车站的。可念在他兢兢业业为农场打拼了30年。 老约翰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Look at Lloyd. You understand? Yes, sir. 从此，农场新增一个规定：工棚里不能再有女人。第二天，老牛仔和小胡子被推进决斗场，任何恩怨出来后必须了结。两人在这里打得天昏地暗，看得出来，这俩人怨气颇深，硬生生从清晨打到黄昏。最后，老牛仔略胜一筹。 可黄石的规矩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老约翰知道他俩是朋友，于是决定亲自动手。It's my job. I'll do it. 李普上去抱了抱老朋友，然后哭哧就是一拳，后手重拳如雨点般落在老牛仔身上。为了在众人面前留他一命，最终选择断他一手以示惩戒。出来后，李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对老牛仔做的事情，但规矩就是规矩，谁也不能破坏。 决斗场内，两人恩怨已清，怨气也烟消云散。牛仔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又充满热血。这天，凯哥找到许久未见的二哥。自从上次黄石遭到袭击，他就一直销声匿迹，甚至没有来医院看父亲一眼。杰米表示，这2个月自己一直在为家族奋斗，派警力保护父亲，还有农场多起违法事件，都是他擦的屁股。凯哥自知说不过，随即表明此行的目的。他奉父亲的指令，让杰米调查一个犯人，此人跟家族玉玺有关系。 所以让他试试能不能问出到底是谁在针对黄石。让凯哥意外的是，杰米果断答应下来。看来他也不可能是那个凶手，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二哥。I love you, brother. I love you. 送走了弟弟，杰米找来那个犯人的资料，可当他看到狱友名单时愣住了，上面竟然有自己亲生父亲的名字。联想到之前发生的一切，难道是父亲要干掉黄石家族，然后取而代之吗？不过现在还没有证据。 为了搞清真相，杰米给监狱打去电话，并安排了见面时间。他动用关系为光头得来探亲的额外时长，以此来让其说出幕后真凶的下落。果不其然，和杰米猜想的一样，他的亲生父亲就是袭击养父一家的真凶。得知这一情况，杰米第一时间找到父亲，可回到家竟然发现女友和孩子也在这里，一家人团聚。杰米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父亲的事也被他抛在脑后。然而，当他第2次找父亲时，就更离谱了。他目光坚定，很明确自己要为黄石报仇。 甚至已经把枪口指向了父亲。不料，在父亲一顿鬼迷日眼的说辞下，杰米竟然相信了这个杀害他母亲的男人，全然忘记老约翰对他倾注的心血。这耳根子果然够软，他要是能成事，狗都能自己上锅台。
但从两人的对话得知，黄石农场的麻烦远不止如此。他终有一天要干掉以老约翰为首的黄石家族，然后让自己的儿子杰米继承黄石的产业。What's your name? Cal. I'm firing you. Get the fuck out of my office. 大家别误会，开除助理可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毕竟自己前2任助理死得太惨了，一个让贝克兄弟爆了头，另一个直接捧着炸弹飞上天。即便是豪爽的大姐也不敢再用助理。Not looking too fired, Cal. 随后，贝斯参加公司第1次高层会议，只听了2分钟，贝斯的表情就逐渐凝重。他发现自己小看了对手要拿下黄石的决心，而且对方在杰米手上租赁一块地作为机场，只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他们竟然已经有了天堂谷的完整蓝图，并且打算将这里打造成现代化小镇。如此规模的资本入驻，大姐贝斯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与此同时，州长找到老约翰，他表示自己要参选议员，通往最高的权力殿堂。然而他一走，州长这个位置自然就空出来了。他提议让杰米补上这个空缺，老约翰一口回绝。虽然杰米是自己的儿子，可他背叛过自己。他认为赋予杰米的权利已经太多了，当下又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当这个州长。老约翰给出的理由是 It's how bad you'll be for everything you and I worked so hard to protect. To destroy it all. So if you want a devil, you really know me. Here he is. 全美一共也就50个州长，而且就连总统也不能干涉州长的事务。由此可见黄石的势力有多恐怖。不过老约翰这么做还有另一层目的，那就是抵御财阀公司吞并黄石的野心。当贝斯听到父亲要竞选州长时无比激动，因为他的计划就差一位掌权者的支持，一个州长足以让他们逆风翻盘。 Listen to me. As governor, you will have the power to withhold funds. You have the power to reverse state land grants. You have the power to shut that fucking airport down. You have the power to withhold building applications and tax exemptions. You have the power to withhold gambling licenses. You have the power to run those fuckers out of this valley, and then you get to pass a law so they can never return. 不愧是黄石的大姐，每一句都在维护农场的利益。第2天，杰米收到州长的新闻发布会邀请，早就得到州长要走的消息。他还以为自己将成为下一任州长候选人，可刚下楼就看到几个月未曾谋面的老约翰。养父住院到现在好几个月，他一次也没去看望。咱就说这个场面看着都尴尬。杰米不知道养父为何而来。Well, we wouldn't miss this for the world. 随后，州长宣布了下任州长的姓名。It is my great honor to introduce you to my choice as the next governor of Montana, John Dutton. 杰米刚准备自信登场，可听到名字当场傻了眼。I'll tell you all the reasons why our way of lif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bad for this country. 来看看惹怒了大姐贝斯是一种什么体验。首先，他找到带领环保人士抗议的金发妹，这是个差点当了他小妈的女人。贝斯告诉他 You think you're making a difference? Shaming some plastic surgeon's wife out of buying a mink coat today? Who does that save? Not the mink. Mink's already dead. 而且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想要解决问题就要从源头下手。经过一番洗脑，贝斯给他指了一条明路。一家财阀公司正将附近的农场改成机场，如果施工完毕，数以万计的动物都会失去家园。就这样，在他的帮助下，环保人士来到施工现场示威，甚至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一时间被媒体大肆报道。财阀公司的高层认为，应该以毁坏私人财产对抗议者提起诉讼。可大姐贝斯哪会让他们轻易摆脱此事？他表示应该先赶走媒体，把这件事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然后再出动警力对抗议者进行抓捕，以最快速度恢复施工。老白认为他说的合情合理，便将此事交给贝斯去办。这点事对黄石大姐大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但他却要了一名女记者的联系方式。Give me your number. And when something worth filming is about to happen, I'll give you a call. Why would you do that? Well, let's just say I'm concerned. 临走时还告诉女记者 Verbally, I wouldn't unpack the truck. You know what I mean? I know what you mean.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金发妹发现大批警力来到抗议者营地外围，失去媒体的保护，她连忙给贝斯打去电话，可贝斯却这样告诉她 Time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暴力持续了整整1晚，直到第2天，300名抗议者全部落网。然而，正当他们要撤离时，大批媒体赶到现场。毫无疑问，这是贝斯的杰作。昨晚的暴力执法登上热搜，老白等一众高层全都傻了眼。与此同时，贝斯为了继续扩大舆论效应，打给外地的媒体朋友，因为一旦此事发酵成全国事件，
财阀公司的施工必定会被干预搁置。只要拖到老约翰上任州长之后，主动权将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另一边，金发妹在贝斯的教唆下判了终身监禁，她无奈只能求助老约翰。两人毕竟有过一面之缘，他本来没必要管这些闲事，但因为贝斯是幕后指使者，老约翰准备去镇上找警长谈谈。I know who tried to kill me. Sir, maybe the sheriff is who you should be talking to. Maybe you let me fucking handle it. I like to kill him myself, rather than sitting in prison. I'm meeting with the sheriff right now to figure out how to make that life just a little shorter. 原来老约翰知道了自己遭遇袭击都是杰米的亲生父亲干的，可他却不知道此人已经出狱。结果刚到小镇，离谱就发现情况不对。Hold it, sir. Hold it. 只见餐馆里的人面面相觑，竟然没有一个在低头吃饭。看到如此反常，两人回到车上假装离开。They're gone. 原来餐馆被几个瓜娃子劫持，警长也因为人质不敢轻举妄动，歹徒让人们拿钱消灾。殊不知死神已经悄然降临了。此时老约翰从后门进入厨房，这帮瓜娃子敢在自己地盘动手，真是活腻歪了。另一边，离谱在外面吸引注意，警长见状偷偷摸向武器，下一秒。这边离谱砸碎玻璃，一把拽过瓜娃子，对着脑袋瓜哭哧就是一下，2下，随后来到屋里会合。此时歹徒正劫持一名人质，两人上演了一波完美配合。老约翰在前面吸引歹徒注意，离谱趁机一枪打在脚面上，店员被成功救下，可警长却危在旦夕。在刚刚的枪战中，他身负致命伤，甚至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跟女儿说完，便当场饮恨东北。不过老约翰也算因祸得福，媒体报道州长竞选人在餐馆制服歹徒，救下一名人质，这一下将老约翰的声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杰米看到彻底绝望了，他原本还想和这个养父一争高下，试图拿下州长的位置，但现在看来，他注定要在养父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了。不过女友却认为这是个机会，只要杰米牢牢抓住财阀公司，为蒙大拿带来巨额经济效益，就还有机会。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和你亲生父亲断绝关系，因为他刚出监狱，竞选州长背景绝不能有任何污点，否则便会被无限放大。杰米的亲生父亲在不远处听了个大概，他没有让儿子难走，主动离开了这个家。这天，老约翰像往常一样来喝咖啡，可当他转过头，竟然看到一个人。Last time I saw you, the judge gave you life. 他心想，这个老犊子还真有勇气，出狱了竟还敢留在蒙大拿。此时的他已经知道杰米父亲就是幕后真凶，不过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But if your plan is to get me back, what you did to yourself, I will treat you like. 黄石人人都在秀，只有吉姆在挨揍。大家还记得那个唯一被强行烙印的小牛仔吗？ You Jimmy? I'll take that as a yes. 吉姆还以为自己被坑了，殊不知这是其他牛仔羡慕不来的特殊印记。有了它，你一辈子都是黄石的人。有人可能会问，人人求之不得的印记为何会给这个弱鸡？其实这里还有一条没人注意的支线情节。在第2季结尾清楚交代了这件事的原委。老约翰的父亲和吉姆的爷爷是过命的兄弟，临死前他将吉姆托付给黄石，让他们帮忙照看，这才有了开头被强行烙印的一幕。然而自从有了烙印，吉姆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大姐夫奉老约翰的命令照顾吉姆，看到他挨欺负，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每次大姐夫都如同天神下凡，用自己的方式给吉姆出头，而吉姆也确实没让他失望。为了快速成为一名合格的牛仔，他让众人将自己的手和缰绳绑死，剩下的就交给命运。还记得第一次登上竞技场是老牛仔陪他去的，开赛前差点被吓尿了裤子，但也正是这天晚上，彻底改变了吉姆的命运。得到金牌，他领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吉姆爱上了竞技场，可就在后来的一次比赛中，吉姆摔落马背，造成严重事故，老约翰竟然亲自陪护，可见他对这个小牛仔的重视程度，还警告他再有下次便离开农场，实则是不想让他再去冒险。直到他第2次摔落马背，老约翰决定将他逐出农场。说是逐出，其实是送他来到一个名叫4个6的牧场，而吉姆的技能也在这里得到质的飞跃。这里是专门训练牛仔的集中营，很多顶级牛仔常年驻扎在这里。他很珍惜也很刻苦，每天都练到腰伤复发，只有吃着晚饭的时候才能想起自己还活着。有弱点那就拼了命的练。不知不觉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仅实力位列顶尖，还在这里认识了自己的未婚妻，得知未婚妻，因为他不能强迫爱的人远离他自己的生活。If you ask me to wait, I'll wait. Wait for me. Okay. 这天晚上，牛仔们在工棚里玩耍，吉姆带着未婚妻回来了，他立刻到老约翰那里报道，两人就像许久未见的好友聊了很多。吉姆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守护黄石，因为这是自己欠他的。The only person you owe
is yourself, Jim. You don't owe me a thing. Thank you, sir. 老约翰并没有强求他留下，这次叫他回来也只是想做一个了结。No matter what you decide or how it works out, you always have a place right here.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吉姆和大家过得很开心，众人惊讶他的成长速度。然而最开心的还要数大姐夫，这小子可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不过吉姆在外面所接触的人和事物，注定让他不是池中之物。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杰米带着他的未婚妻将要奔赴自己的梦想，兄弟们早就在他车前等候。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吉姆和兄弟们一一告别，只有老牛仔最洒脱。其实他是不想看到吉姆离开的样子。大姐夫来送他最后一程。吉姆本来有很多话想要跟大姐夫说的，可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在大姐夫面前，他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虽然只有一句谢谢，其中却包含了无数兄弟之情。胸前的烙印无时无刻都在见证他们的友谊。吉姆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他的路还很长。兄弟们祝他一路顺风。这是一场梦幻中的婚礼，你没看错，大姐和大姐夫终于要结婚了。婚礼看似简单，但却包含了家人朋友，还有见证爱情的牧师。两人以天为媒，以地为证，场地就是广阔无垠的黄石农场，甚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但两人很开心，也很幸福。谁说黄石是只有直男才能看的剧？回顾他们一路走来的感情经历，我认为这就是最朴实也是最浪漫的爱情故事。Fuck you. All right, baby. 就在他们小的时候，大姐夫还是被老约翰救回来的愣头青。两人第一次相见，便在这个懵懂的年纪擦出爱情的火花。从这一刻开始，大姐贝斯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公主，因为她有了骑士的保护。每当大姐伤心落泪时，大姐夫都会第一时间出现，默默守护在她身边。在她耍脾气的时候，冲着狼群大吼大叫，离谱随时准备好为她挡下所有伤害，还会在她遇到危险时，用身体硬接子弹舍身相救。甚至在他因为寂寞犯错时 I'm sorry, Rip. And I'm sorry is two words you never have to say to me. 是的，无论大姐做了什么，在大姐夫的眼里，她都是最完美的。当得到大姐夫的求婚戒指时，他高兴的就像个孩子，这是只有在离谱面前才会流露出的神态。两人这一路走来也是多灾多难，好在第4季他们总算是修成了正果。贝斯还意外捡到一个酷似离谱的孩子，也算圆了自己不能生育的梦。时间线回到现在，贝斯匆匆忙忙地举办婚礼，离谱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即便没有礼服，没有教堂，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足够了。老约翰想给贝斯一场盛大的婚礼，不过他终究没能拗过女儿。仪式继续进行，老约翰把贝斯交给离谱，在牧师的见证下，两人宣读了只属于他们的誓言。I, Rick Wheeler, take Beth Dutton to be my life-awaited bride, to honor, to love.To cherish through everything until I die, and that's no longer, baby. 接下来是大姐的誓言。Fuck yes, I do. No, not yet. 他们就是这样不被世俗所羁绊，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典礼。They all like that. Hell, kid, ain't none of them like that.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贝斯这么急着办婚礼，不仅是为了圆两人的梦，他还要做一件大事，就是为整个黄石家族铲除威胁。这一去，很可能就是十死无生。自从上次家族遭到袭击，贝斯便一直寻找线索，通过蛛丝马迹，他锁定到杰米的生父，但直接将其干掉又太便宜他了。他脑海里闪过一个疯狂的计划。这天，贝斯找到杰米，给他看点东西，迎头就是一个暴击。贝斯拿出手枪，告诉他 I have done everything I need to do. Never see this world again, Jamie. I am prepared. I will ruin your life today. And I swear to God, I'll fucking kill you, so just sit down.随后，贝斯翻出监狱里光头男的档案。杰米知道事情败露，因为只有光头男知道袭击黄石的是他父亲。结果还没等贝斯问他 Find out if my father was fucking involved. Was he? He only admitted it once I held a fucking gun to his head. And when he did admit it, why didn't you blow his head off? 接着他对杰米开始洗脑，在一顿鬼迷日眼的说辞下，杰米眼神开始迷茫，耳根子软就是他致命的缺点。贝斯给了他2个选择，一是他去告诉老约翰，然后打给州长逮捕你们父子俩。Your spineless, woman-murdering father will instantly say it was your idea. You know that, right? He will cut an immunity deal, and he will testify against you. You will be charged with attempted murder times 3. You will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in jail. 紧接着，贝斯给了他第2个选择，就是将此事告诉黄石的战神吕普，也就是她的丈夫，还告诉他自己不能生育，全都是拜你所赐。
No matter where you hide, he will find you, and he will tear you apart with his bare fucking hands. 说完转身就走，听到离谱，杰米终于害怕了，他跪下求贝斯饶过自己，这也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贝斯给了杰米一条生路，那就是让他干掉自己亲生父亲。杰米也没让他失望，他找到父亲闲聊几句，然后，好家伙，为了生存竟然干掉自己的父亲。当天晚上，杰米来到火车站准备毁尸灭迹，可就在他拖着父亲时 Stop. Turn around. 这就是黄石大姐的手段，不仅让他杀了亲生父亲，还留下照片成为证据。 Three's gonna be worse. What's your fucking mind now? 第二天，贝斯回到农场，老约翰一直在外面等着他，因为他也是后来才反应过来贝斯为何着急结婚，肯定是知道了凶手跟杰米有关。虽然这个儿子不称职，但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 Did I lose a son today? He was never your son. He is a disappointment and my greatest failure, but I raised him and I loved him as much as I've tried not to. So just answer the question. Do I still have him? Yeah. I know you own him, Daddy. I'm going to sleep.